可唯有一人，一身清正，本严明治律，是我挟之、迫之，害他误入歧途，毁他半世清誉。他是个好官，还望谢大人顾念当年上京途中，选您对您未谢之恩，以我一命换他一命，放他一条生路。以己之命换区区一个张哲，求大人应允。可小艾，你杀了他！很小的时候，婉娘告诉我，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是皇后。皇后居住的宫殿叫做宁安宫。我就问婉娘，宁安宫是什么样子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坐在乡间漏雨的屋檐下，便想，如果能变作那天上飞过的鸿雁，能飞去繁华的京师，飞到那皇宫里面，看一看宁安宫是什么样，该有多好。后来，我果然到了京师，可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想的不一样。繁华地，争斗场，一世荒唐，满腔错付。爱我的满门被屠，对我生恨；救我的因我而至亲惨死，命在旦夕。我救下的却谋反逼宫，血染皇城。所有人都想让我死。罪臣周银之，奸妃薛淑，夜以伏诛。逆贼谢维，你竟敢趁陛下病重祸国反叛！纵使你得了这江山，沈氏历代也绝不会放过你！沈氏
是江山，那谢某就在此等候。我倒想看看你们能如何。满堂高士，竟无一血性之人。国不国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何为一座皇城啊！自今日起，由燕弑君封控皇城，违者斩。大厦已倾，高台已覆，也该轮到我这个妖后伏诛了。这一生，我做了太多恶，也成了太多果，倒不如用这仅剩的一条性命，做最后一件好事吧。多谢大人还愿见我。娘娘有话请讲。大人此番行事，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说法。我愿认下弑君之罪，往后由您匡扶社稷，辅佐朝政，擢选新君。只求您答应我一件事。何事？我这一生利用过太多人，可仔细算来，我负了燕灵的满腹痴情，燕灵亦报复了我。陛下尚在，本宫仍是皇后，岂容你擅闯？燕灵，你疯了！早在当年冠礼燕家被屠，你却跟我说你要当皇后那日，我就已经疯了。怎么，你都忘了是不是？那我就一件一件，让你好好想起来。我任用薛定妃、周盈之之流，他们亦借我上位。我算计沈介，得了这皇后之位，可如今也要为他殉葬，共赴黄泉。我不。臣，刑科给事中张遮，拜见太后娘娘。刑科给事中，不过是个七品小官吧？回太后娘娘，张大人入刑部短短10日，就已经处理妥当积压了大半年的刑名之事，乃是各中好手。臣唯恐力薄，慢待了娘娘之事，是以待了张大人。案情之事，路上都已经知晓了吗？都已经说过了。那你二人就给我好好的查，看看幕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小人在作祟。敢问今日一案的物证现在何处？陈大人，请看。张大人也看看。白鹿纸，普通信笺尺寸，楷体字迹。臣在来的路上已阅了玉如意上所刻内容的拓本，的确与此信内容无异。张大人的意思是，这东西在谁的手里，谁就与逆党有关？未必。物证如此明晰，还只是未必。张大人是何居心呢？与逆党有关之事本就错综复杂，律例有言，无证不罪。单凭一张纸尚不能定罪，还需查清原委，方能断言。张大人果然是个直臣呢，那是自然。敢问此物是何人、何时、从何处搜来？是咱家依娘娘之命在宫中清查，今夜亥正一刻，紫阳纸差江雪宁房间抄检而出。房中很大，我问的是何处？是夹在书案上的一本书中，藏得十分隐秘，若非仔细翻找，恐怕是难以发现的。什么书？这个……回大人的话，小的不大识得字，
就记得那书皮上有4个字，只认得一个画字。书呢？没一并抄来。问你呢？这是围炉诗画。臣女的案上只放了这一本书，且在黄公公带人来搜查前1个时辰刚刚读过。案上其余都是些笔墨纸砚，是已记得清楚。娘娘，臣观这位姑娘脸色不对，可否恩准她先起身？臣只恐审问一半，她就晕厥过去，会耽误案情的。哼，只怕她不把我这泰安殿掀了都是好的。你起来吧。是。还请大人明察，此旨与臣女绝无关系，也绝非臣女自己。空口无凭，如何自证？臣女可为江二姑娘作证。太后娘娘，张大人，臣女略晓书法，江二姑娘最初写的乃是行草，后遂随先生学习楷书，可尚如孩童蹒跚学步，断写不出此页字迹。多谢薛大姑娘。这位姑娘所言虽有佐证，但字迹仍有仿写的可能，暂且不论。洪公公，张大人，您今日要去羊脂斋查抄的消息，都有谁知道？因兹事体大，杂家也怕有奸邪事先藏匿，是以不敢提前声张此事。拢共也就手底下几个太监知晓。不过，刑部问话，如实作答便是。是。不过杂家是有时得太后之命，自西宫开始查起，夜查羊脂斋是亥时，中间有2个时辰，也许有走漏风声。敢问黄公公，羊脂斋宫人现在何处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一案公归，暂作拘禁。不够，所有今日进出过羊脂斋的，且从虚正到亥正这一个时辰都还在的宫人，都应当拘禁，以备讯问。张大人的意思，像是想证明此事系旁人陷害，为什么不先问问此事嫌疑最大的人呢？太后娘娘稍安勿躁，若要证明此物与江二姑娘有关，并不困难。张大人有办法？宫内对于出入物时检查极严，伴读入宫之初，皆要查过所携之物。所以，若非是江二姑娘买通了当时检查的宫人，那子夜作乱妖言便该出自宫中。兵役纸3刀，白鹿纸2刀。宫中一应纸品皆有定例，不许肆意火焚，便有用过也收于一处，管之甚严。这页纸乃是宫中所用之白鹿纸，羊脂斋个人送到多少，用过多少，内务府处该有记录。太后娘娘若怀疑此言乃是江二姑娘所写，与玉如意案有牵扯，不妨下令调内务府用度账册，再查羊脂斋的指数。倘若江二姑娘指数对不上，少了些许，此罪之嫌疑便要添上5分。张哲素来严谨，这话说的却有些不对劲啊。难道他是想……阿叔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没什么，从纸本身查起，确实另辟蹊径，只是觉得这话单凭指数论断，未免有些草率了。张大人乃是神断，说不定有他的道理。这倒是个法子。黄日礼，老奴这就去查。等等，羊脂斋毕竟是闺秀居所，查只是细事，既有先前拘禁之宫娥，不如叫他们从旁协助，毕竟都伺候过伴读，也知道的细些。夜色将深，下官与陈大人外臣入宫办案，多显不便，也恐拖得太久。就按张大人说的办吧。是。请太后娘娘准许微臣在外等候。准。
女儿家的住处精致，且多有私隐之处。张大人特意点了宫娥去协查，也不知是怕冒犯了杨芷斋的哪位姑娘。讨厌，娘娘面前你莫要放肆。张大人，你给我透个底，这江姑娘看起来有几分像被冤枉的呀？陈大人当真关心？这是自然的。我们刑部断案又是如此大的案，我身为侍郎自然要关心，否则也不会带上张大人你呀。大人叫我来，无非是担心真相并非如太后娘娘所愿，若太后娘娘怪罪下来，也好有人抵罪。张大人这话说的，我好歹是你上级，岂能让你一人承担呢？无妨，下官只关心案情，真相到底如何，一会儿自见分晓。圣上驾到！微臣见过圣上。免礼。先前得闻泰安殿奏报，大体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查得如何了？正查到关键处，已令人去杨芷斋与内务府核对指数。哎，亲爱的，稿子写好了？我不想写了。又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本《宁安如梦》啊，已经上了榜1了，你还不高兴啊？这篇文的走向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。你看看现在的女主都成什么样了，这压根就不是我想传达的价值观。可是现在的市场，你们之前就一直拿市场逼我，非要加那些为虐而虐的桥段。可江雪凝是我的心血，不该是这样的结局。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写，否则我宁可解约赔偿，也不写了。你别冲动嘛，啊，只要你不停更，都好商量。那你说说，你到底想怎么改？我想让江雪凝带着自己这辈子的记忆回到过去，重新经历一次，让她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又忽略了什么，去弥补，去挽回，也让她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不要重蹈覆辙。若早知是今日结局，何苦汲汲营营，护了一生？还不如去行万里路，看那万里河山，让我自由自在的鸟儿去。这一次，江雪凝绝不再入宫闱。
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我们都是男的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方才还在宁安宫内，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儿？看这样子，沈介似乎还未登基，燕家也还未出使，究竟是哪里不对？这分明是我18岁那年的事。今年是何年？我又是何人？今年是万贞20年。你怎么了，宁宁？怎么开始说胡话了？燕灵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沈兄，方才是我冒犯了，改日必摆酒向您赔罪。宁宁，宁宁，秋秋，你喝那么多，我送你回去。就请酒而已啊。看到了吧？就是场误会，江兄那是酒还没醒。再说了，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要是有啥想法，也该先找你才是吧？殿下慎言。那就算我真冒犯了他，你还能斩了我手不成？我会。你，哎，走了。今日谢先生要在文华殿开日讲，要吃了可要受罚。几头没有给我折腾的，去！是啊，我也纳闷，这天下竟真有如此荒唐之事。快！学生来迟，还请先生责罚。你们的琴呢？谢少师见谅。谢少师，是学生。罢了，许是谢某昨日未曾讲清，林子王跟世子不必自责。今日是秦贺，快去坐下吧。谢少师。谢少师。燕世子，看你这么着急，是不是刚从哪个酒肆赶来？自己不着调就算了，还要连累我们临淄王殿下。薛，你又在胡说什么呢？是不是胡说？大家心里清楚。永义侯府本就是一窝草莽，还敢同我定国公府叫板不成？一窝草莽！我看你定国公府才是一窝草莽！君子不做口舌相争，更不应在秦音之前扰乱心性。你们两个去廊下站一炷香，定心醒神，可有异议？今日学生亦有错，愿遵谢少师教诲，与他二人一同罚站思过。继续上课。
看来我真的回来了。婉娘去哪儿？婉娘她扰乱了相府的嫡庶血脉，犯了大错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她不能入江家的墓地的，只能在附近的荒山随便寻块地方葬了便罢了。姑娘，姑娘，请放心吧。姑娘，姑娘。只可惜有些事也无法改变了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来，夫人大喜，老奴平安的将二姑娘接回来了。我的宁姐儿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是你的母亲，你的亲生母亲。啊，无妨，这不刚刚回来吗？还得好好适应适应。慧姐儿，你过来。你过来呀！这是你姐姐雪慧，这是妹妹。妹妹，没事吧？你想补偿我，就去告诉所有人，我是江家唯一的嫡女，而她才是婉娘生的庶女。这件事情不怪你姐姐，当年婉娘自视甚高，不近政事，被罚去了庄子，是她心怀不忿将你们互换。况且我们江家也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，这种家丑怎么能宣之于众？以后对外别说你是被大师批过命的，因为14岁之前有祸，必须要远离凡嚣才能安然度过。如今方才接回府中，往后就跟大家说，你就是江家的嫡次女。凭什么？我只要他把属于我的东西还给我。婉娘那个贱人，她这些年是如何教你的？怎么连半点容人之量都没有？婉娘不是贱人，她不是贱人谁是？当年我们同夜分娩，若不是她暗中使诈，偷偷将你们2个婴儿调换，我们母女俩怎么会分别了这么多年？是，我就是婉娘养大的，我野蛮粗鄙，得理不饶人。可那又如何？我至少不像你们假惺惺。你怎么会如此大逆不道？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往后，谁也不许提婉娘。你不是婉娘的亲骨肉吗？你怎么不替她说话呀？你说话呀！你胡闹些什么？别胡闹了，夫人！夫人，母亲没事吧？孽缘呐，真的是孽缘啊！你瞧瞧你现在什么模样，堂堂大家闺秀，穿得如此，成何体统？你平时目无尊长，罔顾家规，我也就忍了。可是你这回竟彻夜不归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看来你是要长长记性了。杨妈，好好伺候二姑娘，让她好好长记性。夫人，
二姑娘前几日才遭了板子，你就饶过她这一次吧。是啊，夫人。住手！二姑娘，夫人这也是为了你好，子女孝道，还请您受罚。我是离开这儿太久，久到我都忘了，上一次就是这么打打闹闹过来的。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从前我曾经想过，你我之间有血缘之情，若我乖乖听话，是否能得你真心宠爱？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你我之间永远都隔着晚阳，虽有深恩，但芥蒂难消。有些事若注定不得，那就不要再强求了。江雪宁，父亲早就准了，我扮作男子在外行走，您今日这威风算是摆错地儿了。你放肆！你是这样跟你母亲说话的吗？有你这样的态度吗？母亲息怒，您的身子是最要紧的。真是没想到你是如此顽劣，难以调教。你不是能耐的紧吗？好啊，你就在这里给我好好待着，反省反省。母亲慢走。江兄竟是那户部侍郎家的二女儿。哎呀，你小点声倒是。我跟你说，有言在先，宁宁是我的人，不许你打她歪主意。既然你这么宝贝，那你昨日带她和我认识做什么？干脆把她藏起来吧。我那是拿你当兄弟。哦，真爱听。不过，江二姑娘在京城里可算是恶名昭著的，谁人不知她骄纵跋扈成性？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般品味清奇啊。那都是假的，什么出身乡野，什么顽劣不堪，这等市井流言你听她做什么？宁宁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最清楚。你是可以不理会，可江兄，江二姑娘她始终是个女儿家，你整日带着她这样胡闹，只怕于她归名不利吧？我宠出来的，自有我来娶。再过2个多月，就是我的冠礼，届时我就正式向江家提亲。宁儿，二妹在里面吗？我给她拿了些药，今日母亲下手重，摸药落了伤。多谢大姑娘。这不是巧了吗？大姑娘房里的东西一贯是好的，这药老奴便先收了。你这老妇在大姑娘面前太没规矩了些，这药可不是给你的。当年呐，可是老奴接二姑娘回京的，二姑娘信任我，她房里的我说了算，都是一样的。我竟不知，我这儿几时轮到王妈妈做主了？姑娘误会了啊，姑娘身子金贵，老奴这不是想先替您试试药吗？也不是什么东西都能用在您身上的，您说对不？王妈妈对我倒是关切得很。哎呦，往日二姑娘有点不顺心，准要发难，今日怎么就这么了了？这房里除了莲儿、唐儿2个丫鬟忠心耿耿，剩下的都把我当傻子。从前没上心，竟纵得他们背地里如此猖狂。好啊，竟然偷的只剩这么点了。过来。姑娘，站近些。这么怕我做什么？我吃了你们？
姑娘，不是奴婢偷的，奴婢一向爱费手己，绝无儿戏，您千万别到婆子发卖了奴婢。往日的我嚣张跋扈，对下人也是动辄打骂，我得装装样子，莫被人瞧出端倪才行。姑娘饶了奴婢吧，奴婢。闭嘴！你再说话，我就罚你3天不许吃饭，还要一个人把院子里的衣裳都洗了，我再把你卖了做苦力。是了，恢复原来那样了。合着你就喜欢蛮不讲理的姑娘啊？奴婢是担心姑娘生毛病了。行了，不闹了。今日你们也瞧见了，那王妈妈连我都敢不放在眼里，连着其他下人也偷我的东西，可见他们当真以为我对自己的东西没个数。平日里也没少偷拿，这不管教是不行了。可姑娘，咱们手上也没有什么证据，这些人你要怎么才能揪出来呢？今日谢某读棋谱，偶遇几处不解，突然想起当年初上京之时，曾得江大人几番指点。幸儿今日不请自来，特上府中请教，不知是否叨扰？哎，谢少师此言差矣啊！您乃是天子半师，江某岂敢谈什么指点呐？咱们之间最多就是探讨个一二，哪有什么叨扰啊？大人既不见外，换我居安便可。可以吗？怎么回事啊？二姑娘想干嘛呀？二姑娘，这府里的事儿多，您是知道的啊。许多事儿呢，都要等着大家去做呢。您这忽然把大家都叫了过来，可是有什么事儿要交代吗？也没什么要紧事，就是看着我这匣子空了点，你们往日拿了多少，都给我还回来吧。都没拿是吧？二姑娘，您这可真是冤枉奴婢们了。你说大家都在这院子里伺候您，大大小小、桩桩件件的，都是以您为先呐。您是主子，谁人敢拿您的东西呀？无妨，我早料到了。大家且等等，我收拾不了各位，自然有人能收拾。老爷，怎么了？二姑娘那边出事了。宁丫头又出什么事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二姑娘她说要整治偷东西的下人。她真是这么说的？这丫头怎么变了心性，开了窍了？不会是一时怒气冲昏了头脑吧？走，带我去看看。老爷啊！哦，哎呀，居安，怕是要怠慢你了。你看我这府中出了些阿杂之事，我需要去处理一下。你啊，无妨，江大人请便。好，来，咱们走。二姑娘，这也闹了大半晌了，误了差事，夫人责怪下来，咱们大家都不好做的。是啊，王妈妈的胆子几时变得这么小了？您瞧，这人不是来了吗？怎么了，你丫头？见过父亲。女儿无能，处置不了房中人，只能打搅父亲了。这说的什么话啊？有爹爹在这儿给你做主，万事都能解决。那就好，请父亲上座。好。话我方才都已经说过了，有拿了我东西的，最好早早的去寻了放回来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怎么，你们一个一个的都变成哑巴了啊？若有人胆敢在我面前欺瞒，通通把手脚打断，放卖出去。姑娘，您若是拿个账本出来，
跟奴婢们一一对质。奴婢们或许还心服口服，可姑娘对自个儿的东西都没数。今日说匣子里的东西少了就少了，这多了就多了，都凭姑娘一张嘴啊！是啊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在讹你们？这话，老奴不敢说，只是奴婢们个个出身寒微，实在是没钱，替您补缺。是，还请老爷做主啊！老爷做主啊！老爷做主啊！老爷。宁丫头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父亲，他们就是料定了我拿不出证据，才敢如此颠倒黑白的。你们当真以为我自己心里没数是吗？唐儿，取账本。这部账本，我那书架上从上数到下，第3层左起第6本就是。去啊！什么账本？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什么账本？不知道啊。是。我来瞧瞧，我18岁生辰时，父亲添了一枚红玉如意佩，点翠头面一副。父亲您瞧，我记得可有错？我看看。没错。还有，燕世子送了一对汝窑白瓷花箍。一枚大异国来的夜明珠，还有整块羊脂白玉雕成的9连环，这东西可是光造啊！要是有哪个不长眼的拿出去当了，只怕是要送官府的。王妈妈，您说是不是？好啊啊！这下证据确凿啊！如果你们现在还不承认的话，来人，老爷，给我去每个房间搜，到时候搜出来了。我定当严惩不贷。是。老爷恕罪，我全都说，都是老婆子，猪有猛的心呐！老爷，我也招了，老爷太惨了，老爷可算是开口了，别急。今日趁着父亲在此，你们一个个一桩桩一件件，慢慢说。我们全都这样。哎呀，我的宁丫头真的长大了，这下爹爹可以放心了。只不过今日这账本的事情，你是怎么想出这个鬼主意来的？而且还记得那么清楚？父亲说笑了。女儿哪有那本事啊？全是燕玲教的。哼，又是那个臭小子。哎呀，就算玩得来，毕竟你们都大，也不能总是混迹在一起啊。对了，父亲，那些下人，您打算如何处置？依你之见，该如何处置啊？常言道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他们本也是府里的下人，成今日这样，归根到底是女儿太过纵容之过。既然两方都有错，女儿也不想逼人太甚。除却那几个顶嘴的，余下的就各领5个板子，罚2个月的工钱。往后尽心伺候，不再犯也就罢了。若是再犯，那便拎出来，新账旧账一起算，直接发卖。父亲觉得如何？父亲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哼，我原本以为啊，以你这丫头的性子，一定是会闹上一番的。对了，这些话也都是那个燕世子教你的。看来这永义侯府后继有人呐。既然父亲都这么说，那母亲尽足我的事啊，这个事儿。江大人，哈哈，屈安呐！哎呦，你看看我这，哎呀，原本是坐不住了，出来观景。没想到宁儿姑娘也在此，冒犯了。哎呀，
是我不好，居安，让你久等了。你丫头，你先回房休息吧。记住了，晚上要向你娘问安啊。自上次一别，已是数年，我对宁儿姑娘的印象还停留在当年。今日一见，倒是愈发沉稳练达了。哦，对呀，宁丫头，当年你独自进京，我恰好听闻居安同路，于是托他与你结伴照拂一二，你可还记得呀？在下谢微，承江大人的情，叨扰了。丫头，嘿，这孩子怎么还愣住了？在客人面前不可失礼啊！无妨，方才见宁二姑娘一通筹谋，想必是乏了，早些回房休息也好。是啊是啊，来，先扶小姐回去休息啊。来来来，居安，咱们这边书房请。